这个 Q8 同花绝对是一个 ICM 弃牌，然后筹码期望值跟住12，你在演什么？这个在干嘛啦？这个在干嘛啦？他家里有钱是不是？这个这样可以？这样子你跟我讲他是厉害的玩家，我不信啊，我不信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想要一同参加 APT 亚洲巡回赛台北站的朋友们有机会喽 ！Natural 为大家举办的线上卫星赛，又有机会获得价值$1650的主赛事资格，赛事总奖池高达$100万，连续4个周日的晚上8点，一共保底50个席位，赶快登录 Natural 跟我一起晋级主赛事吧 ！APT 亚洲巡回赛，我们台北站见。这个是一个 AQ， 看他要不要 lim 啦。然后80同花问，确定应该要check。80同花面对小盲的 lim 是不是正 EB 的 all in？ 是，但是他应不应该 all in？ 不应该，就这么简单。那小盲位选择加注的话，大盲位应该是只有跟注这个选择，应该是没有别的基本上这个顶队就是不会考虑弃牌啦，这个输了就输了。有位置的话会是一个混合策略，我猜跟注多一点，但是这个下注尺寸太小。如果小盲位下注1/3以上，那我认为跟注可能好一点。但我觉得下注太小的话，就是基本上只要不开8跟10，应该说只要开10以上，对他来讲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会有相对的高的频率下注，但我觉得跟注绝对不是问题。那差别只是 Ace Queen 这边一定是 check， 然后18会不会下注是个重点。我觉得这个 AQ 下注不是很懂他的想要表达的意义。我觉得 AQ 有绝对的多了摊牌价值。当然你说1/3会不会比更弱的牌跟？当然会有5/6，会有25同花，会有 A2 不同花跟注，都是比你弱的方。但我不觉得下注跟过牌下注有比较好，我不觉得。那这很明显的合牌就是摊牌价值了，这个不会把自己搞成炸胡啊。我觉得他如果今天连 AQ 同花都要炸胡的话，他的炸胡绝对就太多了，所以他这边过牌绝对是一个摊牌价值。那18，我觉得18可不可以拿价值？我觉得18很接近，但以 ICM 来讲，我觉得18过牌应该会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对手下注2次。我觉得他想的是他 all in， 他会比跟他更弱的牌跟嘛，99会不会跟？可能会，可能不会。那我觉得 all in 可能就有好处。但很明显，他现在对10，他只有分钱，或者是对吧？因为他 kicker 也用不到，所以他也不会说什么18，我这边赢小盲的什么17，不会。那他如果今天 kicker 又用不到，他这边能够拿到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他知道他 SI 会跟的话，那是一个价值下注但我不认为这个1秒就跟了，这个直接就是我很确定，我就是 check 就是要跟，他也没有想。AA 看他怎么打 ，AA 可以跟注，可以3次下注，也可以 all in，这个没有什么怎么样。跟注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原因，是因为筹码真的太少。我觉得他很尴尬的是，他20个大盲，他还可以3次下注炸，但我觉得15个大盲真的是没办法。15个大盲你不大可能加到6个大盲，然后再炸胡。哇，这个是运气真的是不大好我猜应该会是可以考虑加注，不是在说，我觉得跟注跟加注都可以，但是我如果真的要说考虑加注的原因，是因为还是有一些牌不大好，比如说9跟10。如果说今天是 J67 黑桃，那我认为 AA 带黑桃 A 跟注可能好一点，原因是因为它不会有转牌直接给你卡死，对不对？9跟10基本上你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有越多的转牌会让你不舒服，你就越应该要再翻牌加注。在这种 SPR 的情况，在这种筹码底势比的状况，那如果说今天是78J、89J、90J， 那我觉得稍微高频率的一点点加注，我觉得是合理一点。加 AA 加注被推就是跟啦，他加注就是希望你拿 AJ、KJ 99、10、99、10也不会弃牌啊，99、10就算没有黑桃，我觉得很接近，那有黑桃是绝对不会弃牌。抱着 AA 死最痛苦的 AA 翻牌前 all in， 他这时候玩家就会结果你看 AA 翻牌前 all in 就赢了，你在那边跟把自己搞死了，大家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AA 这边跟注，我觉得如果说他看到对手刚刚 AQ 扣 in， 然后他又很会炸，他又很爱抓他又打得很凶，那我觉得扣的 EV 高一点。但我觉得还要考虑到没有位置不然我觉得扑克就是很复杂，就是他没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背下来之后你可以万用。我觉得不能说没有，但很多情况它的变化的因素太多，所以就是你可以用背的，但是背不完，或者是说你要背得很勤劳才能够背得出30%、50%。当然你可以背到100%，你也下了功夫，我跟你讲，你也值得拿到好成绩啊！你背到100%，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你就算是一个不聪明的玩家，其实在扑克只要能够认真勤劳，基本上我觉得成绩都不会太糟。这个就是高频率的 check 这个你还想干嘛？这完全就是一个你90、10J 都是 check，这个没有下注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没有道理。
没有心态啊，就是我看不懂是干嘛。这个就觉得就很简单嘛，他觉得他加入翻牌前能够很高的机会可以赢下顶池嘛，就这么简单。但我觉得不是12不同花，就是他可以挑一个 A2 不同花，他可以挑一个 K2 不同花，他可以挑一个 K2 同花，但不是12不同花，就这么简单。所以那很明显的转牌就是要再缺扣一次啊，那 KK 就是要下注啊，然后12就是要跟注，12就是要跟注这句话，我觉得是啊，他就是对吧？他有对子，他有10花，他没办法弃牌啦。我觉得他如果今天玩这个牌，他很痛苦啦，但是对吧？你为什么要掉，让你自己掉到这种情况，我不是很懂。你给我哇，又直接弃牌啊，这个就是又玩半套，就是他觉得啊。他知道这个范围绝对很紧啊，他有可能有 QJ 同花，他可能有 A10、AK 两队，甚至是88跟10哦，所以他这边直接弃牌当然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我就觉得我很不能够接受，就是翻牌前开一个90红桃开哦，90红桃直接 all in 哦，可以啦，可以接受。K10可不可以跟？哦 ，K10很接近。我觉得 K10很有可能会弃牌啊，跟注也可以啊。90红桃大部分的玩家不会直接 all in， 那如果说90红桃大部分这样玩不会 all in 的话，他 all in 的牌直接 all in 的牌可能2张同花10以上的牌。当然你说 K10是领先，但是你要知道的是，bottom位有很多不同花的 A 跟同花也会直接 all in 15个大盲，所以你 K10是直接落后，再加上你领先没有领先太多。我认为 KJ 同花、KQ 同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但我认为 KQ 不同花跟 K10 同花是一个很边缘的情况。考虑到 ICM， 考虑到玩家不会推这么松，考虑到各方面啊，我觉得是很接近。A10开全部弃牌，无聊。你自己又要想玩这个 Q8 同花，绝对是一个 ICM 弃牌，然后筹码期望值跟注，这个奖金期望值应该要弃牌，然后筹码期望值应该要跟注。12你在演什么？这个在干嘛啦？这个在干嘛啦？家里有钱是不是？这个这样可以？这样子你跟我讲他是厉害的玩家，我不信啊，我不信啊。有钱的玩家跟有种的玩家我信啊，但是厉害的玩家我不信。这把牌有什么特别的吗 ？K7会不会开 ？K7 如果他要开可以接受啊，这个是筹码期望值的策略啊。小 AJ 可以跟也可以3次下注，那我认为跟注压制比较多对手的范围的话 ，EV 会高一点。当然这个都有好坏。K7 应该会下注 ，AJ 是必须要跟注的，必须要跟注，没有道理弃牌。跟注或加注都可以。那我来猜，这应该是一个 check 吗？还是 K7 要再炸啊 ？K7 哇，我想说 K7 应该没办法输钱，现在就是有办法输钱。我认为 AJ 可以考虑下注的原因，是因为bottom位太多90同花、99以下的对子、10J 同花之类的牌都会跟注，但是不会下注。当然，唯一就是你 check 让 K 下注是有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他的牌可不可以 check raise， 然后拿到一个很大的价值又不行，因为他潜在输 full house，bottom位绝对有机会拿一些 full house check。所以如果说是这样子，你不能够拿到很大的价值去 check raise 的话，我认为我宁愿自己选择一个大尺寸的下注。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今天下一个满帕或者是 1.5 个帕，我觉得应该都会比 check 来的好。我个人的想法是，大尺寸下注会比 check 来的好。当然，他这边 check 就是 check raise 啊，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你今天 AJ check 他下注，他 check raise 之后被 all in 了，跟还是不跟？当然你可能会说。发生了再说哈，可以，我也同意这句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就等发生了再说。这边应该就是你觉得 K7 下注多少10会跟注？我认为半个帕基本上就是要抓账。我认为到2/3都算合理啊。K7 在那边下注到2/3，最多啦2/3啦。1/2到2/3啦，合理啊。那 AJ 这边加到多少？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要加的话，一个 pass 加到多少？150万嘛，没错吧？如果加到100%的 pass 接近150万的话，我觉得100万到150万应该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问题就在于，当你今天加到150万以上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就输给 KK 很有可能会 check，KQ 很有可能会 check， 我不一定 ，Q10 很有可能会 check， 我觉得10永远都不应该 check， 但是 Q10 是有机会 check，22也应该都不会 check， 22我觉得转牌没有道理 check， 但我觉得可以 check 的就是 QQ、Q10， 甚至 KQ 应该也不会，但绝对会有 KK 的机会，那就看你加多少嘛，我觉得100万到150万啊。合理，落在我猜测的范围里面。K 很尴尬，但 K 抓不抓呢 ？K 可能没办法抓，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那合牌 check raise 哪里来的炸？你太容易跟一个更好的，对不对 ？KJ 的跟注都会比 K7 来的好，阻挡了顺子，然后你有机会有3条 Q 你有机会有 AA， 我觉得 AA 也是一个不错的下注，然后被 raise。我要抓，我抓到 AA 就好。我觉得 K7 也不是说不行啊，只是说我觉得 AA 会比 K7 来的好嘛。那我觉得以一个顺序上来说，我觉得 K7 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哇，你看这个 A7 又给你开一个很松，但我觉得这个手牌选择是合理的啊，我觉得都比12来的好100倍啊。55应该是一个要入池的，这个55不入池吗？这个55不入池我没办法接受。你有50个大盲，你这个买3条都是一个买到干爆它，这个我没办法接受55起来啊，这是我是55吧？没看错吧？对啊，是55啊。我觉得如果说低于30个大盲，你弃牌可以，让我们明确这边盲注是7万嘛，所以是40到50个大盲之间，我觉得对子都是很明确的跟注。跟一个32同花，32同花，我觉得如果他认为他的筹码优势可以让他给对手压掉，我觉得这边如果 race， 我觉得我蛮喜欢看到一个 race， 我觉得这边 race 应该会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弱的3，我非常喜欢这个 race， 我觉得打得很好，有水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有水准。很遗憾的是对手有10，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牌就是适合这个转牌就是要可以再锤没有说一定，但我如果说来一个5，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来个 A 糟了一点，是因为 bottom 位的 A 绝对比较多，然后大盲位的 A 绝对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如果转牌是一张5或6，那我觉得这个3个黑桃再给他2/3到满趴，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水准的下注啊。这个合牌就是一个 check 不要演。我觉得这个10应该不会下注因为大盲位的 check rate 太两极化，他要么就是很强的牌，要不然就很弱的牌。那请问一下，你的10对上很弱的牌跟很强的牌，很弱的牌就是比你烂到没有摊牌价值嘛，或者是这种敌对就不会跟嘛。那很强的牌就是你就死好了嘛。所以他如果要下注，我觉得最多就是这种小价值的，就是1/3这种。但我觉得就是理论上，你这个 EV 有高到很多吗？我觉得不会。我很明确的知道他3个可能不会考虑抓。我觉得我想不到对方有什么东西可以扣你 race， 然后合牌做一个小尺寸的炸。他太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有比2/3还要好的牌可以抓，但也有可能会抓，但我觉得大概率不会抓。抓了，这么不给信用他必须要非常的强烈的确定知道对手是2个高牌，一个 QJ、KQ、KJ， 然后或者是2张方块再 float， 才有办法抓。但我觉得你3个的同花的炸胡就是很明确的不会去抓了。这个要输一点钱了。这个88会不会 all in？88我觉得应该是跟注了。我跟你讲，这88就是跟注合理。46同花我觉得算是一个3人底池可接受的范围，但是也很边缘了。说实话，对上一个深筹码应该是3位玩家都 check 除非转牌开有意思的牌。这个88下注一个大盲觉得他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下注一个大盲，你觉得对方 K10同花会弃牌吗？对子是一定不会弃牌的，不要讲实质上的对子我们就讲 K high 跟 Q high 会不会弃牌。如果说你拿到价值下注，我觉得当然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觉得他如果希望下注之后大盲会弃掉一些随机的 K2 同花、Q7 同花，那我当然觉得可以，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你一个3人底池可以提高下注频率的原因绝对不是。当你觉得你的牌在多人底池更需要下注保护的时候，代表说你的赢率就是太低，因为3人底池赢率很低，所以你更不应该下注。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赢率高的时候投入，当你觉得你的对上他们的范围 A99 对上2家范围的时候，赢率就不高嘛，你为什么要下注赢率不高要下注，那就等于你拿27要下注嘛。虽然说不太一样的逻辑，但我觉得很接近你就是拿 A 要下注，拿27不要下注嘛，这个游戏就这么简单嘛。那你赢率高下注，你赢率低下注，你 A87，但你88就可以下注嘛，因为你中3条 set，你没有中，你又落后人家 JJ 以上的大对子，你都输 ，A 你也输，对吧 ？A 还有可能会 check 开99A 的翻牌，有9你也输，有 A 你也输，40以上对子你也输，你还要下注，这样对吗？应该是不会 all in 应该是 lim 或是 race 好一点。这个翻牌，我跟你讲，这个翻牌是一个厉害玩家跟不厉害玩家的差别就是这个翻牌，我认为如果这个实是一个厉害的玩家，他必须要3条街下注，然后拿满价值。假设转牌跟合牌开10以下的牌，他绝对不用担心大盲位会有 A。这边不要跟我讲大盲位会有 A， 不是说100%不会，但我认为90%以上不会。原因是因为有 A， 他翻牌前早就不知道推到哪里去了。当然你说厉害的玩家，他是厉害的玩家，他有没有可能同花 A 到同花 A2 到 A4、A5 check？ 当然有机会，但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是看一个整体的范围。我们会拿 QQ 扣 all in， 不是因为对手没有 AAKK， 而是因为对手会有 AAKK 以外更多的范围，我们领先他整体的范围，它的逻辑是一样。今天我们实当然会输一些随机的什么57两队的 A 叉，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范围是什么？它的范围是100%，就是大盲位的100%的范围，扣掉前20%，因为前20%的牌它应该会加注，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 bet。
他转牌应该也是下注，很合理，很好的下注，这个是很好的下注。然后合牌，当然说它可以开的在这个不是最好的合牌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差到太多。我觉得这个实时 all in 是很高级的，如果他选择 all in 的话，哦，非常好。这个就是我说真的，为什么我对他前面讲了很多手牌，我都觉得处理得非常好，包括3-2黑桃翻牌的 check raise，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赢钱的玩家，就是这些小细节。那问题就在于这个7也不好弃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全世界你知道，我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他不会有 A 啊，他也知道对手知道，他也知道自己知道，他也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没有 A， 问题就在于你没有 A 啊，你7又不跟住，请问一下，你有牌可以跟住吗？你有7又不跟住，你就不会跟住到5了嘛？因为逻辑是你不可能有5要跟住，那有7要弃牌吧？不可能嘛？所以我有7都不会跟住，代表说我有5的也不会跟住，代表说我只跟住假设5-2两队、6-7两队、5-6两队，啊不够多嘛？问题就在于你不够多嘛？你不够多的时候，你要么就是抓投机，就是要拿7去跟，至少很大的频率；你要么就是对不对？确定他不会投啊？怎么可能不投？我例如说，我问你，他偷不偷？他一定要偷啊！他很多牌2张黑桃，随机的什么90，他就是要偷啊！那你要偷的话，你7就是有频率去抓。但我觉得你可以用 RNG 的方式去抓，或者是你用什么方式我不在乎，但是你7绝对不能我7一定是弃牌，7没有办法一定是弃牌。55加注J2跟哇塞，输光，好了，不要说输光了，输一半了，在里面有输个300万筹码合理吗？哇，更安全啊 ！J2还要出来送，不是这个 J2你没有 kicker， 你连对方，当然你说啊，对方会有什么99、10要跟啊，对方又有什么要跟啊？你在打嘛，你试看看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他的范围有比较多的4是没有错，他转牌可以考虑下注一些4的范围，但不是混合 J 啊，它可以混合3-6同花、红桃6-7、7-8不同花，混合4的下注，但不是混一个 J 的下注啊。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不懂啊。你想要阻挡下注，希望人家8899跟住，你当人家是白痴。我猎人说，你真的觉得对方会照你的意愿走吗？这个合牌8899也都会带有红桃，也都是 race 啊，这个也没办法跟啊。至少我觉得 race 会比跟住来的好。好差不多就这样。各位晚安，再见，拜拜。